我真的也是服给八炯了，第一次看到把证据列出来自己靠自己的八炯历史造谣家，龙玉太后帮统一写的退位诏书，让袁世凯主建临时政府领导大中华民国。奇怪了，怎么不是孙中山？这是南北议和的结果。孙中山已经明令，只要袁世凯可以逼退溥仪，那好，袁世凯来接。所以退位诏书哪怕想选孙中山也没办法。第二，确实有情绪问题，因为清朝非常痛恨孙中山。拜托，这段历史竟然还写在维基百科上，我天哪，脑子有问题吗？我没有说你没读书哦。我讲袁世凯与军权优势逼迫满清皇室退位是没有读书的。我说这不是你的优势，不是与军权优势哦。以国中国文，你知道原接词跟介系词的差别吗？或者你要动词也可以，不会再怎么用都不会用到连接词，因为连接词两侧词性要对等。他现在是公然在鼓吹军事政变，是不是？但是对共可是已经控制了台湾重要的部门了呢，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去抵抗呢？去当兵，去反抗。八炯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啦？服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去罢免绿委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所以你们要干嘛？去当兵。按照你们说的吗？现在中共还没有打来，他们现在中共只是用所谓的文化统战的方式，但是绿共可是已经控制了台湾重要的部门了呢，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去抵抗呢？去当兵，去反抗。他现在是公然在鼓吹军事政变，是不是？八炯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啦？很疯他又来了，为了要圆他说错的袁世凯武装起义的那段历史，现在不断的在升级他的谎言。抗绿保台不要出一张嘴在直播间没有办法抗绿保台的，而现在很多破草根不断做爱的乱人哥。气急败坏，他已经被我气到不知道要怎么去正视我，只能用对人格贬损的方式。我讲袁世凯与军权优势逼迫满清皇室退位是没有读书的。我没有说你没读书哦。不是与军权优势啦，你的企划该换人了，我跟你讲。你知道原接词跟介系词的差别吗？或者你要动词也可以，不会再怎么用都不会用到连接词，因为连接词两侧词性要对等。军权这种东西要人才能发挥它，人如果要发挥它，要么倚靠的倚是动词，要么倚是介系词。你的企划打错字了啦，国中国文。我没有说你不读书啦，我说这不是你的优势啦，我不笑人家不读书的，做事情比较重要。逼迫满清皇室退位是没有读书的，你们要不要把我前后的这个概念再看一次，而不要只剪那一段，好吗？是谁没有读书啊？你们看一下这张图是什么？这个是隆裕太后帮溥仪写的退位诏书，上面写让袁世凯主建临时政府，让他来领导大中华民国。奇怪了，怎么不是孙中山？拜托，这段历史竟然还写在维基百科上，你稍微去看一下维基百科好不好？什么叫南北议和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、省立新军以及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北洋之间的商议，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合通电，要求共促共和，恳请宦汉大号名誉将子宣誓中外，立定共和政体。当时在北方还没有脱离清廷领导的这一些重要的军事系统的，基本上就是北洋部队，这些人都是袁世凯的嫡系，来联合对清廷施压。所以袁世凯不是带兵上京兵变，他讲兵变也错了。袁世凯也没有真正的兵谏，他当时不用，因为整个南方都已经沦陷了。省立新军是什么呢？就各省的新军部队，但这些新军部队基本上被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都渗透了个遍。袁世凯真的很怕死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同盟会的京津分会太凶了把袁队长10几个人都把他炸死了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当时南京政府向袁世凯提亲事优待条件，下台阶都给你铺好了，你袁世凯只要照着处理就结束了。袁世凯就叫段祺瑞去发共和第一电，把所有他能拉到的内阁、军府、各种皇宫大全部拉联营拉起来，逼迫溥仪退位。你再不退，你要死啊！要不要？所以不是兵谏，这种跟兵谏差很多。那为什么退位诏书只写袁世凯呢？第一，这是南北议和的结果。孙中山已经明令，只要袁世凯可以逼退溥仪，那好，袁世凯来接。所以退位诏书哪怕想选孙中山也没办法。第二，确实有情绪问题，因为清朝非常痛恨孙中山，他们认为他们家将近300年的江山就是被孙中山这个王八蛋给干掉的。他们当然不愿意去承认孙中山的合法性，但是又不能明讲，因为当时的时事就不在清朝这边。所以你举了这个例子，恰恰证明了我完全是对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敢谈南北议和是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更好笑的是，这个退位诏书最终是通过袁世凯确认之后，才让隆裕太后去签名的。我一直跟你提醒南北议和的重要性，没有南北议和，不会有袁世凯可以借着革命党借力使力逼迫清帝退位，他就是不懂，硬要凹嘛。
我帮八炯读史料，因为他向来不懂读史料。义子的开头就写得很清楚了，隆裕太后义子前因国民军起事，各省响应，九下沸腾，生灵涂炭，就是辛亥革命。九下代指全天下，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。为什么这样写？因为这就承认南北议和的正当性。我告诉大家，南北议和这件事情老早在清廷同意之前，袁世凯就派人接触了。再来，议开国会公决政体，2月以来尚无确定当办法，南北邓格彼此相持，什么意思？南北对立啊，袁世凯也打不动了。很多人误会北洋军再打下去，南京国民政府会被打垮，大错特错。革命军的战力确实不强，但革命军有民心，革命军是人民的部队，北洋军是独裁者的部队，打不赢的。商错于途，就是说大家彼此来协商。路于野，徒以国体100不决，故民生一日不安。什么意思？到底要继续走帝国制，还是真的要改成共和制？因为这个时候民国共和第一电已经发出来了，所以已经在压迫清廷要赶快滚了。所以国体问题遂成天下大义。今全体国民人心多倾向共和。什么意思？袁世凯就是靠革命党去逼迫清廷退位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，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，因为南方独立之后就宣布要共和。这个独立是指脱离清朝中央政府，北方诸将就是指刚才段祺瑞为首的共和第一殿。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，外观大事，内省舆情，持特率，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共和，立宪国体，敬畏海内厌乱妄治之心，以共和来立宪，改变这个国体，让整个海内外大家都可以安心，远挟古圣天下为公之意。天下为公是谁的座右铭啊？所以你就知道清帝也是别扭，袁世凯在其面加了很多，因为这时候他也是需要孙中山的支持啊。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理政大臣，当与新旧代谢之际，意思是说啊，国体变更之际，已有南北统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凯以全体组织临时共和政府，也就是说以袁世凯来组阁，他根本搞不清楚啊。你会说卓荣泰组阁就换了一个国家吗？他这意思就是要叫你组阁啊，听得懂没有？国家没亡，国体改变成民国已经承认了，不然干嘛提南北议和，干嘛提天下为公？自己提证据自己看不懂，框了2行字就想来骗人，你真的觉得青鸟很好骗啊？对，青鸟真的很好骗，青鸟就觉得哇，八炯好棒啊，历史超赞。最厉害的是青鸟觉得我历史超烂，然后比不上八炯。对，是。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，其与人民安诸海宇易安。民军就是指南方的革命军，讲白了就是孙中山为首势力为代表，人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，这个很重要。清朝的领土缺一不可，为一大中华民国，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待，由岁月长寿国民之理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把南京国民政府所提出来的清帝都退礼遇这件事情写进去了，然后把领土正式给中华民国来承继，结束了，一点都不难。这几乎已经接近白话文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得看着八炯的影片教他怎么读，讲白了这里面就把南北议和都写进去了。我真的也是服给八炯了，第一次看到哦，把证据列出来自己打爆自己的啊。这相当于怎样？八炯不要开枪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要干掉你！嘣！我天哪，脑子有问题吗？像这个华盛顿他是第一任美国总统，对吧？那为什么第一任总统？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不是袁世凯，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。第一任大总统是袁世凯，但也不是写在清帝退位诏书里面。清帝退位诏是不能指定总统，因为清帝如果指定总统，那就违反共和。清帝退位诏书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总统2个字。那请问为什么袁世凯是总统啊？你要不要再自己打自己的脸啊？袁世凯可以当总统是因为孙中山让给他的，经由临时参议院当时的国会正式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，是这样来的。他妈从头到尾瞎扯到尾，这没有一个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历史造谣家、造谣大师啊！你举华盛顿更好笑，华盛顿当时也是经过程序正式选他为总统的，好不好？用枪杆子说话，对吧？为什么不是孙中山？因为孙中山没有枪杆子，所以我说的是事实啊。有种事情叫做实质影响力。孙中山不直接领导各省各军各部没有错，
但是各省各军各部的革命军奉孙中山为领袖。袁世凯靠枪杆子吗？袁世凯靠的是革命党。你连张勋复辟这事情逻辑都不知道吗？袁世凯当时如果没有借革命党逼退清朝，只是叫他的部队要造反，很多人还不愿意从呢。你袁世凯又不是皇帝，我干嘛跟你啊？随便举例子可以把你打爆，我不知道他的逻辑在想什么。所以我在说事实，你们说的是国民政府联俄龙共，接受了俄国的资金，接受了共产党的武器，包容了共产党渗透国民党，才打赢了北洋政府。八九，你确定呢？这错到可以重新再开一集了。Oh my god！ 他是不是不知道清党是什么？哦，联俄龙共被罚，干他妈的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我国中就知道的东西，竟然我得在我25年后的今天啊，我有点累了，可不可以容许我另外做一集？这有一点 too much。